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内海聪医生所著的《不依赖医生和药物提升自然治愈力的饮食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将介绍那些必须避免的，对所有人来说都不该吃的食物；第二，讲解那些能够大幅改善体质，并最大限度提升自然治愈力的必吃食物。首先是第一部分。在我们的周围有大量关于健康的各种信息。如果您去书店，会看到有些书说不要吃碳水化合物，要吃肉；也有些书说不要吃肉，素食才好。这些书介绍了各种各样的饮食疗法，真的有很多种。这些书都是由医生或研究人员等专家写的，而且每种饮食疗法都对其他不同的意见进行批评。连医生和研究人员之间的意见都不一致，所以我们会觉得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该相信什么？哪种饮食法才是真正正确的呢？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才能保护我们的健康呢？这正是本书的主题。从结论来说，这世上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美适用的正确饮食法，这是结论。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我们的基因、肠道细菌、线粒体的运作、性格以及后天的信息等，都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喜好。因此，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听从自己身体的声音，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感觉良好、健康生活的食物。我们的身体具备一种称为自然治愈力的能力。自然治愈力是指人体或动物体内自我修复伤口和治愈疾病的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于免疫系统、新陈代谢功能和细胞再生能力的协同作用。即使身体有点不适，如果自然治愈力正常工作，那么症状会自然恢复，不会发展成疾病。然而现状是，许多人的自然治愈力已经减弱，导致他们很容易生病，不得不依赖医生和药物。为了防止自然治愈力下降，良好的睡眠非常重要。充足的睡眠可以提高免疫力，促进疲劳恢复和细胞修复。此外，适量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提高自然治愈力。其他如适当的休息和减轻压力也是增强自然治愈力的重要因素。然而，要打造一个自然治愈力正常运作的身体，也就是一个不会生病的身体，最关键的因素是日常饮食。因此，本书建议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从而让自然治愈力正常发挥。本书详细介绍了以蔬菜为主的农耕型排毒饮食和以肉类和鱼类为主的狩猎型营养饮食的特点和功效。如果您现在感觉身体不适，可能是因为您在农耕型或狩猎型饮食中偏向了一方。希望您能参考本视频，找到适合自己当前情况的饮食方式，并付诸实践。接下来，我将向大家介绍3条打造真正健康的饮食原则。以下是这3条简单的原则：原则1，避开有害物质；原则2，摄入有益物质；原则3，保持排毒。具体来说，对身体有害的代表性食物包括白糖、白米、白面制品、劣质牛奶、劣质肉类、化学调味料、农药污染的食物、转基因食品、受到辐射的食物等。尽量避开这些东西就是第1条原则的核心。但事实上，无论我们多么努力，100%排除有害物质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与其过于神经质，不如从可行的事情做起。作者本人至今没有任何健康问题，主要原因是他在饮食上适当妥协。他有时会吃拉面和面粉制品，做新干线长途旅行时也会买市售的小吃作为下酒菜，当然是在仔细检查标签之后。无需追求100%的完美。例如，如果您追求100%的完美，那么和朋友一起外出就餐是不可能的。虽然饮食确实有摄取营养的功能，但它同样也在维护人际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吃饭是珍贵的机会，与亲密的人共进晚餐对健康也非常有益。这种不追求100%的态度同样适用于原则2。
摄入有益物质和原则3保持排毒。希望大家能在这种意识下，了解哪些食物不应食用，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实践。从现在开始，我将具体解释一些不应摄入的食物。再次强调，作者并不是推崇某一种饮食方法，而是认为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需要参考多种信息，最终由自己判断，这样才最有效。因为这些不应吃的食物基于生物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我们不确定每个人应该吃什么，但我们明确知道不应该吃什么。常有人会反驳说，有些人随意吃喜欢的食物，但仍然健康长寿。这些人有一个很大的隐患，他们不仅不注意饮食内容，也不注意食物的质量，因此在某个时刻，他们可能会突然患上重大疾病。不注意饮食的人认为所有食物都是普通的，即使是充满毒素的食物也会毫无顾忌地吃下去。食物中的毒素不会在吃下去的瞬间显现，而是会逐渐积累在体内，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就会像爆炸一样引发疾病。确实，有些人在50岁、60岁、70岁时一直保持随意的饮食方式，但在80岁时会突然患上重大疾病并去世。毒素在体内会逐渐积累，达到一定量时会爆发，导致重大疾病。只要有了这种意识，就会更认真地注意饮食，尽量避免毒素。接下来，我们具体解释一下所有人都不该吃的食物。1、自然界不存在的食物。2、原材料名称很多的食物。3、采用不自然方法制成的对身体有害的油。现在我们来详细解释这些食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类，自然界不存在的食物。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可以帮助您区分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能吃，那就是看它们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为了尽量减少进入体内的毒素，应尽量选择自然的食物。虽然这个分类比较粗略，但这是最直观、最有效的选择食物的方法之一。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确定白米、白面包、白意大利面等白色食物，以及糖都是绝对不能吃的食品。虽然糖的原料是甘蔗、大米和小麦，这些都是自然的，但它们经过精制后变成白色，这种形态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作者将保留谷物外皮的糙米和全麦粉等糖类与精制糖、精制米和精制小麦区分开来，称这些精制糖类为直接糖。这些直接糖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食品，是健康饮食中首先要避免的食物。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摄入过多糖类是不好的。当糖类摄入过多时，血糖水平会上升，脑内激素分泌紊乱，细胞受到损害，功能受阻。此外，还会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加速衰老。尽管如此，很多日本人仍习惯吃大量的盖饭、意大利面、乌冬面、素面、拉面和米饭，这导致了糖类摄入过多的现象。那些以前完全没有注意直接糖摄入的人，现在应该改变这种习惯。接下来，第二类所有人都不该吃的食物，原材料名称很多的食物。刚才我介绍了作为自然界不存在的食物的直接糖类，其实除了直接糖，还有很多不自然的食物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最近食品添加剂特别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对食品添加剂变得敏感。这是因为据说日本人每天摄入的食品添加剂超过80种。我们日常食用的许多食品中都含有某种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种类繁多，包括色素、香料、防腐剂、抗氧化剂、增稠剂、乳化剂等。这些添加剂用于改善食品的外观和味道，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等。例如，防腐剂用于防止食品腐烂，抗氧化剂则防止因氧化引起的质量下降，而色素和香料则通过改善食品的外观和香味，使其更具吸引力。然而，过多的食品添加剂摄入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的过敏或敏感症状。此外，长期过量的摄入添加剂会对健康有很大危害，因此厚生劳动省对食品添加剂进行了监管。只有经过安全性验证的添加剂
才允许使用，并且对使用量和使用条件都有规定。尽管如此，日本使用的许多添加剂在欧美国家受到严格的种类和浓度限制。据说有些添加剂可能具有致癌性，因此食品添加剂的搭配问题也存在。从长期来看，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这些添加剂对人体的影响。我们每天食用的添加剂有数十种，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夸张的。但如果您在便利店或超市购买食品时，检查一下背后的原材料名，就会发现大量不明成分。更重要的是，低于标示义务的分量不需要标示，例如常见的化学调味料，如氨基酸等，具体含有哪些成分，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积少成多，即使每次摄入的量很少，但长年累月多次摄入，必然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且食品行业日新月异，不断开发新的食品添加剂，因此记住每一种添加剂的名字是不现实的。下面介绍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帮助您将食品添加剂的摄入量降到最低。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原材料列表较短的食品，并尽量选择仅含有您能想象到形态和外观的原材料的食品。所谓能想象到形态和外观的原材料，比如肉类、鱼类、胡萝卜等蔬菜。例如，当您购买鱼干时，只要仔细查看成分表，你会发现有些产品的原材料非常简单，而有些产品则列有一长串您不明白的成分。如果您想买一种竹荚鱼干，选择那种成分表上只列有竹荚鱼和食盐的产品，就可以将食品添加剂的摄入量降到最低。相反，成分表很长的产品通常含有很多不必要的成分，因此尽量不要购买。今后每次购买食物时都要养成检查成分表的习惯。接下来讲解第3类所有人都不该吃的食物，采用不自然方法制成的对身体有害的油。如今关于油脂的讨论很多，有人说油对身体不好，有人说油对身体有益，还有人说动物脂肪不好，但植物脂肪好。然而作者认为这些观点过于片面。脂肪和油是我们身体中细胞和激素的原料，也是能量来源，确实是绝对必要的营养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脂肪都是好的，也就是说，脂肪和油有好坏之分，选择好的油脂非常重要。如果不考虑油脂本身的好坏，仅说油对身体有害或有益，是没有意义的。现在让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不该摄入的坏油。首先，大家熟悉的反式脂肪酸是很糟糕的，你们可能在零食和糕点上看到过人造奶油或其酥油的标识，或者认为植物来源的黄油很健康。其实这些都是反式脂肪酸，这种人工合成的油对身体极为有害，可谓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反式脂肪酸是绝对不应摄入的。为了尽量避免摄入反式脂肪酸，购买加工食品时，请仔细查看包装上的成分标签。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常用的便宜植物油也需要引起警惕。这些植物油中含有大量的 Omega-6 脂肪酸，这种成分具有促进血液凝固、促进血栓形成、加重炎症、加重过敏反应等作用。现代人普遍摄入过多的 Omega-6 脂肪酸，这可能导致体内无意识地出现炎症和过敏反应。因此，瓶装的便宜植物油是应当避免的油脂。便宜植物油往往使用了有害的化学物质，如正己烷进行提取，这是一种极其不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选择植物油时，需要关注其制作过程。瓶装的便宜大品牌植物油几乎都使用了正己烷。作者推荐选择标有冷压或低温压榨字样的油。这些油虽然价格较高，但相对于便宜油而言，投资健康是值得的，并且从长远来看，能够节省未来的医疗费用。总结来说，大家应该从避免2种典型的体内有害油脂开始：反式脂肪酸和含有大量 Omega-6 的便宜植物油。接下来第2部分，讲解那些能够大幅改善体质，并最大限度提升自然治愈力的必吃食物。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您更需要的是解毒还是营养补充？
摄入优质食物对应于营养补充，排出毒素对应于解毒。解毒是通过排出毒素来实现的，这种饮食方式可以称为农业型饮食。而营养补充是通过摄入优质食物来实现的，这种饮食方式可以称为狩猎型饮食。农业型饮食以玄米、素食、宏观生物学等为代表。这种饮食方式通常不摄入肉类，只吃鱼类和鸡蛋，或者完全不摄入动物性食品，主要以蔬菜、豆类和玄米为主。蔬菜、豆类和玄米富含植物化学物质和膳食纤维，这种饮食方式能够提高身体的排毒能力，因此这是一种适合解毒的饮食方式。然而，农业型饮食的缺点在于过多摄入谷物、薯类和糖类，可能导致糖分摄取过多，从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此外，由于几乎不摄入肉类、鱼类和鸡蛋，可能导致蛋白质缺乏以及营养不足。因此，一些热衷于实践全米素食或宏观生物学饮食的人，可能会出现肤色暗淡、肌肤状态不佳、缺乏活力等特征。这也是因为这些饮食方式可能导致的营养不足。接下来看一下狩猎型饮食。狩猎型饮食适合营养补充的需要。这种饮食方式主要积极摄入肉类、鱼类和鸡蛋等动物性食品，同时几乎不摄入谷物。正如古代狩猎采集者的饮食方式，其代表性饮食包括低糖饮食、古代饮食法和生酮饮食等多种类型。动物性食品不仅含有必要的脂质和蛋白质，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非常适合那些因营养不足而体质较弱的人。此外，这种饮食方式一般不会因糖分过多而对身体造成伤害。然而，狩猎型饮食也存在类似于农业型饮食的缺点。在现代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动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吸收了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可能会通过肉类被摄入体内，例如肉类中可能使用的激素，鱼类中可能含有汞。即使摄入足够的营养，长期食用质量不佳的肉类和鱼类也可能导致身体因毒素而出现健康问题。因此，农业型和狩猎型饮食各有优缺点，哪一种更适合个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您在考虑自己更适合哪种饮食方式，作者建议，除非您的健康状况非常差，最好是兼顾两者的优点。也就是说，可以将狩猎型饮食作为主要部分，注重营养补充，同时结合农业型饮食的元素，如关注解毒和发酵食品，保持饮食平衡。这两种饮食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缺点。正因为如此，作者建议我们综合考虑农业型和狩猎型饮食的优点，尝试从两者中取其精华。基本前提都是要关注食品的质量。对于农业型饮食中的蔬菜，作者推荐尽量选择不使用农药和化学肥料的蔬菜。米饭方面，建议选择未经精炼的无农药玄米，而不是白米，特别是玄米。如果使用了农药和化学肥料，会有更多的毒素进入体内，因此最好选择明确标示为无农药、无化学肥料的农产品。此外，同样狩猎型饮食中的肉类也需要关注其来源。对于牛肉，建议选择没有使用激素或抗生素，且在自然环境中放牧、以自然草为食的牛肉。对于鸡肉和鸡蛋，最好选择在自由放养环境中成长、没有基因改造饲料的鸡和鸡蛋。使用草饲、平养和自然饲料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帮助找到可信赖的畜牧产品。结合农业型和狩猎型饮食的优点，能够更好地改善体质和提升自然治愈力。此外，作者还推荐食用猎味肉类，如野生的鹿肉、野猪肉和鸭肉等。由于这些肉类是野生动物，不受人为饲养，因此不必担心激素或抗生素的问题。而在鱼类方面，建议选择天然鱼，而非大多数药物处理过的养殖鱼，特别是从日本海侧的西部捕捞的鱼。这些鱼受到的辐射污染较少，因此相对较为安全。选择自然生长的鱼类是最佳选择，因为狭小的养殖池中，
鱼体之间的摩擦容易导致感染，因此大多数养殖鱼会被喂食含有抗生素的饲料，尽量选择天然鱼而非养殖鱼。我认为，把钱花在食物上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之一。健康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当一个人失去健康时，他们会深刻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因此，我觉得花钱购买优质食物是值得的。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